过了些时，贾赦、贾珍各到当差地方，事有用度，暂且自安，写书回家，都言安逸，家中不必挂念。于是贾母放心，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。一日，史湘云出嫁回门，来贾母这边请安。史大姑娘来了。你倒是有造化的，嫁了个女婿甚好啊。如今那里过得平安，请老太太放心。可怜你林姐姐，早早的就去了。你丫头又嫁了那样的人家，这也是个人的命罢了。如今薛家被薛大哥闹得家破人亡，听说今年缓绝人犯，不知明年可能减等。你还不知道呢。昨儿庞儿媳妇死得不明白，几乎又闹出一场大事来。幸亏老佛爷有眼呢，叫他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，那夏奶奶才没得闹了，自家拦住香烟。你那邢妹妹在大太太那边也就很苦，秦姑娘为她公公死了，尚未满服，梅家尚未娶去，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爷一死，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，那二舅太爷也是个小气的，又是官相不清，也是打饥荒。甄家自从抄家以后，别无信息。三姐姐去了，曾有书字回家吗？自从嫁了去，你二老爷回来说，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，只是没有她的书信，我也日夜惦记她。如今四丫头也没有给她提亲，环儿呢，谁有功夫提起她来？只可怜你宝姐姐，自过了门，没过一天安逸日子。你二哥哥疯疯癫癫，这怎么处呢？倒是珠儿媳妇儿还好，她有的时候是这么着，没的时候她也是这么着，带着兰儿静静的过日子，倒难为她了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这里那些人的脾气我都知道的。这一回来了，竟然都改了样子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宝姐姐不是后儿的生日吗？我多住一天，给她拜过寿，大家热闹一天。不知老太太怎么样？
我真正气糊涂了。你不提，我竟忘了。后儿可不是他的生日，我拿出钱来给他办个生日。他定亲以前倒做过好几次，他过了门倒没有做呀。别人还不离，独有莲二嫂子连模样都改了，说话也不伶俐了。明日我来引导他们，看他们怎么样。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，头里她家这样好，她也一点不骄傲。后来她家坏了事，她也是舒舒坦坦的。如今在我家里，宝玉待她好，她也是那样安顿；一时待她不好，不见她有什么烦恼。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。后儿，宝丫头的生日，我替令拿出银子来，热热闹闹的给她做个生日，也叫她欢喜这一天。老太太说的很是，索性把那些姐妹都请来，大家叙一叙。如今这样日子，在我也罢了，你们年轻轻的人还了得。我正要想个法儿，叫他们还热闹一天才好，只是打不起这个精神来。鸳鸯，你去拿出100两银子来，交给外头，叫他们明日起预备2天的酒饭。哎，次日传话出去，打发人去接迎春，又请了薛姨妈、宝琴，叫带了香菱来，又请李婶娘。宝钗本没有知道，便是随身衣服过来，请姨太太、太太们来，大家说说话。二姑奶奶回来了，老祖宗，二姑娘回来了，快进来。老祖宗，艾姐姐，宝玉，迎春姑娘，二姑娘，老祖宗。父亲出门，本要赶来见见，可他拦着不许来，还说咱们家正是晦气的时候，怕我沾染到身上，我扭不过就没来，只哭了2、3天。那今儿怎么又肯放你回来了？他又说，咱们家二老爷又刚刚袭了职，还可以走动走动，不碍事儿，就放我来了。我原为气得很，今日接你们来给孙子媳妇儿过生日，说说笑笑解个闷儿，你们又提起这些烦事来，又招起我的烦恼来了。今儿老太太喜欢些了，你看，这些人啊，好几时没有聚在一处，今儿倒是齐全。可不是，难得今儿齐全，该去找人把你婆婆和真根媳妇也叫来。哎，是，二奶奶还是我去吧。邢夫人、尤氏、惜春听见老太太叫，不敢不来，心内也十分不愿意。想着家里灵败，偏又高兴给宝钗做生日，到底老太太偏心，便来了，也是无精打采的。给老太太请安。大家坐吧，也不送到外头，今儿只许咱们娘们乐一乐，待晚儿再到各处行礼去。邢丫头呢？如何没来？
身上不大好。来，你们到底是怎么着？大家高兴些才好。我们又吃又喝的，还要怎样啊？他们小时候都喜欢，如今爱着脸不敢混说，所以老太太觉着冷静了。话倒是没有什么说的，再说啊，就说到不好的上头来了。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，叫他们行个令吧。果然你说的是，若是行令，又得叫鸳鸯去。老太太要行什么令啊？那闻的怪闷得很，捂的又不好，你倒是想个新鲜玩意儿才好啊。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纪，不肯费心，倒不如拿出令盘骰子来，大家掷个曲牌名，赌输赢酒吧。这也使得。太太来吧，我们大家可真是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今儿一定要好好的玩玩。是啊。难得的聚一块儿。如今用4个骰子掷去，掷不出名来的罚一杯，掷出名来的就按每人喝酒的杯数掷出来再定。好，这个容易，我们都随着。17，开始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17。是几点？是4个腰。这是有名的，叫做商山4号，有年纪的喝一杯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好，老祖宗来，多喝点啊。这是姨太太制的，还该姨太太收个曲牌名儿。下家借一句千家诗，说不出的罚一杯。你呀，又在算计我，我哪里说得出来呀？不说到底寂寞，还是说一句的好。下家就是我了，若说不出来，我陪姨太太喝一盅就是。好，我说个临老入花丛。好，将为偷闲学少年。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老太太。这个该谁喝酒了？这也是有名的，叫做江宴饮厨。众人啊，都该喝一杯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喝。厨是厨，倒飞了好些了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该您了。我说什么呢？公孙林吧。闲看儿童捉柳花。这个好，这句好，这个好。 13，开始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快把令牌拿来！好兄弟，来，快掷下，快掷！是什么？1个2，2个3，1个1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臭。
喝了这杯酒啊，再治。快喝好了，快治这个。2个3，2个4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又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快说啊，妍妍，快说呀！这个呀是张朝画眉。宝兄弟，你快说呀，看看下家是谁？二嫂子也是。好吧，我也没下家，我认罚了。来，我先喝。好，是10，开始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是我，拿过来吧。大奶奶，快治。呀，红绿对开，这是12金钗呀！宝玉忽然想起12钗的梦来，便呆呆地从自己座上站起来。我那梦中说，这12钗说是金陵的，怎么家里这些人如今7大8小的，就生了这几个？不如你来吧。宝玉看着湘云、宝钗、迎春，虽说都在，只是不见了黛玉，一时按耐不住，眼泪便要下来。哎呀，鸳鸯，你来说说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鸳鸯，宝玉，你去哪儿？大奶奶快接下。我去换件衣裳。且说宝玉一时伤心，走了出来，正无主意，只见袭人赶来。你是怎么了？不怎么，只是心里烦得慌。何不趁他们喝酒，咱们2个到甄大奶奶那里逛逛去？甄大奶奶在这里，去找谁呀？哎，你看，独有那几杆翠竹金葱，这不是潇湘馆吗？一连几个月没有来，连方向都忘了。咱们这只顾说话，不觉将怡红院都走过了，那才是潇湘馆呢。只因袭人恐他见了潇湘馆，想起黛玉又要伤心，所以用盐混过，可不是恐招了邪气。咱们回去瞧瞧。二爷，天色不早了，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呢，该回去了。二爷，你怎么了？潇湘馆倒有人住着吗？大约是没有人了吧？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内啼哭，怎么会没有人？你是疑心了。素日你常到这里来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，如今你走到这里，便以为还是那样。二爷，天已晚了，别瞅我们还敢走走，只是这儿路有隐僻，又听得人说林姑娘死后这常有哭声，所以人都不敢走的。二爷，快回去吧。二爷。不料宝玉的心围在潇湘馆内，直往里走，天又晚，又飘来一阵细雨，发出细细密密的龙吟。只见园子里满目凄凉，花木枯萎，更有几处亭馆，色彩久经剥落。远远望见一丛修竹，倒还茂盛。我自病逝，出原住在后里，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，瞬息荒凉。二爷，该回去了，天色不早了。二爷，快回去吧。
斜下指下月，伸手与花到此我尽头，涕尽头。大胆，怎么领着二爷到这里来？老太太、太太打发人各处都找了。刚才窑门上有人说你同二爷来了这里，唬得老太太、太太了不得。怎么还不快回去吗？莲永续。
人生在世，有义有情，到了死后，各自干各自的去了，并不是生前那样的人，死后还是这样。活人虽有痴心，死的竟不知道。况且林妹妹既说先去，她看凡人是个不堪的浊物，哪里还肯混在世上？只是人自己疑心，招出些邪魔外祟来缠绕。没有事的事。若说林姑娘的灵魂还在园里，我们算好的，怎么不曾梦见一次？果然也奇。我知道林妹妹死了，哪一日不想几遍，如何就没梦到过？难不成是她到天上去了？巧我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，所以梦都没有一个。悠悠生死别经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这句又莽撞了。如若林妹妹在时，又该生气了。好姐姐，今天就让我睡在这儿吧。是不是因为我从园子里回来，他知道我的实心，肯与我梦里一见？我必要问他到哪里去了，我也好时常祭奠。若是果然不理我这浊物，竟无一梦，我便不想他了。岂知一夜未眠，直到天亮，宝玉并无有梦，宝钗却一夜反没有睡着。他的话明是为黛玉了，但近着叫他在外头，恐怕心邪了，招出些花妖月子来。
况间他的旧病原在姊妹上情重，他是个痴情人，要治他这病，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。如今只好设法将他的心意挪移过来，然后能免无事。宝钗起来梳洗了，婴儿、袭人等跟着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，便到王夫人那边去，至凤姐都让过了。仍到贾母处，见她母亲也过来了。宝玉晚上好吗？回去就睡了，没什么事。回老太太话，二姑奶奶要回去了。听见说孙姑爷那边人到大太太那里说了些话，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不必留了，让她走吧。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边哭呢，大约就要来辞老太太了。艾姐姐这样一个人，为什么命里会遭着这样的人呢？一辈子不能出头，这便怎么好？老太太，你回去也罢了，但是不要悲伤啊。碰着了这样的人也是没法的。过几天我再打发人接你去。老太太始终疼我，可如今也疼不来了。可怜我，只怕没有再回来的时候了。还有什么不能回来的？你比不得你三妹妹，隔得远，要见面就难了。这也不难，只要海江平静，那边的亲家调入京来，也就见得着了。是啊。是啊。如何？林妹妹昨天竟不入梦，或者她已经成仙，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拙人，也是有的。不然，就是我的心儿太急了，也未可知。我昨夜偶然在外间睡着，似乎比屋里睡得更安稳些。今日起来，心里觉得更清静些。我的意思是，还要在外间再睡2夜，只怕你们又来拦我。好莫来由，我们拦你做什么？你只管睡去，但只不要胡思乱想，招出些邪魔外祟来。哪里就有什么邪魔外祟了？依我劝，二爷竟还是屋里去睡，外头一时照应不到，招了风倒不好了。他要愿意，你就让他在这儿睡吧。也罢，叫个人跟着你吧，夜里也好倒茶倒水的。这么说，你就跟我来吧。他是跟惯了我的，还是让他跟着我吧，叫麝月五儿照料着也罢了。况且他今日跟着我闹了一天，也乏了，该叫他歇歇了。麝月五儿，你们夜里警醒些，要茶要水都留点神。是。宝玉忽然想起，那年袭人不在家时，晴雯、麝月2个人服侍。夜间麝月出去，晴雯要吓他，因为没穿衣服着了凉。后来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。想到这里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。今日竟已担了续命，早日如此，我当
自谓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，实系黄土陇中，女儿命薄。这一联意思却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烂些。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湖的窗格，何不说茜纱窗下，公子多情？我月行将公子女儿改去，莫若改作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。黄土陇中，清河薄命。宝玉恍然大悟，竟然自己一语成谶。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陇中，清河薄命。我本无缘，清河薄命。晴雯，二爷想是认错了，晴雯姐姐早就出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和仙奴的晴雯真是好，不是吗？都是姐妹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晴雯病了，我看了她去。不是你也去了吗？你听见她说什么了？她说了什么没有？没有。她说了什么？二爷有什么话只管说，别拉拉扯扯的。她和我说来着，早是担了虚名，也就打正经主意了。你怎么没听见？那是他不要脸，这也是女孩家说的话吗？你怎么也是这么个道学先生？我看你长得和他一模一样，才敢和你说这些话。你怎么偷拿这些话来糟蹋他？夜深了，二爷睡吧，别紧坐着，小心着凉。哎，刚才奶奶和袭人姐姐是怎么嘱咐的？你怎么没有穿大衣裳就过来了？爷叫得紧，哪有紧着穿衣裳的空？要知道说这半天话的功夫儿，我也就穿上了。二爷睡吧。莫非林妹妹来了，听见我和五儿说话，故意吓我们的？二爷睡吧。你先睡吧。又是一夜，宝玉细想，昨夜又不曾梦见，可是仙凡路隔了。仙凡路隔。这日晚间，宝玉回到自己屋里，见宝钗想到自己夜里遇仙之事，未免难言抱惭。你今夜还在外间睡去吧。里间外间不都一样吗？罢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就不信这外间睡得这么安稳。我给二爷拿铺盖去。
宝玉负愧，欲安慰宝钗之心。宝钗恐宝玉私欲成疾，不如假以辞色，使得稍觉亲近，以为移花接木之计。自过门至今日，方才如鱼得水，恩爱缠绵。所谓二五之精妙，合而凝缔了。且说次日，宝玉、宝钗同起，宝玉梳洗了，先过贾母这边来。这里贾母因疼宝玉，又想宝钗孝顺，忽然想起一件东西。这件东西我好像从未见得，老太太这些年怎么记得这样清楚？说是哪一箱什么匣子里装着，我按照老太太的话一拿就拿出来了。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已换，牵泪的泪已减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。真